2024年初火爆的顶流福建游神，直到现在还在一些乡镇进行着活动。3月初，一条来到福州后福乡，全年最盛大的五福大帝巡游持续了近一整个昼夜，几位引起热议的世子也在队伍里，而众神将的背后是一个个福建00后。我是2002年出生的，我现在也在拍摄这些民俗文化。从小就开始敬畏神明吧，一直处在这种环境中。现在玩了这一批10几个吧，00后，多数还是要从外地回来吧，江苏、广西，反正也就是世界各地吧。五福大帝是本次巡经的主神，网上流行的各路塔鼓神将是他座下的副将。早上8点多，塔鼓们就从各村出发，去迎接五福大帝出宫，护送大帝在各村巡游。现场极尽热闹拥挤，直到凌晨4点多，巡游结束，大帝才被送入宗祠休息。先得问备啊，神明肯的话，那我们就按照他的指示去找厂家，帽子啊、骨架、头筒、衣服组装起来。它有便宜的，有贵的，5位数吧，轻拿轻放，要多注意一点啊。组织一次游神活动成本不菲，花费上百万也是常有的事。我本人就是福建沿海地区的人，游神能够一直长盛不衰，延续至今，都是由本地人群自行组织的。每一个村、每一个社、每一个小角头，跟我们开校运会一样。实际上，出资最多的人还是我们的父辈，不同年龄段的人都在乐此不疲地参与这样的一个活动，这样子就让我们有一个乡土的认同。今年最出圈的莫过于几位世子的形象，许多游客因此而来。但关于世子的来历和传说产生的种种话题，在全网引起了争议。福建人拜的到底是哪些神仙？神明体系很复杂，闽地的巫系的一个传统，神话小说当中的人物，跟官府有关、跟制度有关的，即便你去问100岁老人，他可能都很难完全跟你说出每一个神的具体的一个名字。老百姓造了自己的神，世子的形象被创造出来。传统它本身就是不断被发明和创造的，它只有与时俱进，它才能够流传下去。这2年各地文旅火热，烧烤、冰雕、麻辣烫或是游神，都能让一座城市成为新的网红。而福建人的态度似乎更加佛系，比起走红，他们更希望一些从小熟悉的仪式感能被更好地保留下来。后福很传统很淳朴，不仅仅是塔鼓。这一年2次绕境巡游的背后，是为了风调雨顺和国泰民安，并不是部分人口中的迷信，更像是一种心理上的慰藉。你没有办法去阻止，多尊重一些传统文化吧。这个是我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，民间社会内在的一套运作的秩序，形成一种共同体，分布在世界各地。乡土的认同，归根到底是对我们中华文明的一种认同。今年其实各大媒体来报道，也让我有点意外。即便媒体没有关注我们的游神活动还是会做，也许明年会比今年更热闹。